孩子对我太重要了，你是知道的。别忘了，这孩子毕竟是老太太的亲孙子。可是我害怕。人家不是没跟咱们要吗？都是懂道理的人。可我们和曲家的关系太特殊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办才好？一切为了孩子。这孩子5岁了，明年就要读书上学了。老太太应该能想到的。这孩子现在放在我们这儿，甭管怎么说，都比放在他们那儿要强。毕竟共产党仍属于非法，生存尚且困难，更谈不上对孩子的教育了。所以，我们收养孩子，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，没必要内疚。等过2天，找个机会，让老太太见见孩子，这样对双方都是一种安慰。妈妈。奶奶，篮子多沉呢，帮奶奶拿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这哪儿来那么个大力士啊？南京来的。哟，那我怎么不知道你呀？我只听说南京有大板鸭，没听说有大力士啊。嗯。上学了吗？还没呢，明年开春我准备把他送到逸仙小学去。我已经跟校长说好了。这时候的孩子马上就要抽条了，多给他煮些骨头汤，再加点豆腐、粉丝、白菜，首先得吃好。读书不忙？他现在去年买的衣服，今年就穿不了了。鞋子最费了，一年就要穿坏好几双鞋子。男孩子到这时候狗都嫌。可我看他挺斯文，懂礼貌，像他爸爸。他在外面看着可懂事了，其实在家里特别调皮。上个星期还打碎了2块玻璃，然后他竟然还偷看阿姨洗澡。这怎么得了？做母亲难呐，要操多少心啊！奶奶，你一会儿。不，曲妈妈，快乐永远多于烦恼。我感谢你，曲妈妈，真的。
我感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，我真的感谢孩子的父母亲，也给了我这个机会。丽华还是丽华，到底是10几年的老感情了，咋那么不同才连着起？去妈妈。好了好了，快给奶奶吧，奶奶自己行啊。费明，快告诉我，奶奶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南京？我们很快就能够回南京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说好了，等我有空一定到你们家去做你的奶奶，好吗？好。再见吧。跟奶奶说再见。奶奶再见。哎，奶奶再见。妈妈，这奶奶真好。上小桥，小桥长，小桥短。啊，谁啊？妈。乖孩子。爹，《申城周刊》的主编是您的老熟人对吧？好好的，干嘛问起这个来了？我有一样东西，想发表一下。嗨，投稿去不就完了吗？干嘛还托这个人情啊？是不是啊？小家伙。那是我一位友人的家书，作者的身份有些敏感，但是家书写得太好了，思想、文采、情感都难得一见，让世人读读，可以振奋他们麻木的神经。哦，好，让我瞧瞧。摇啊摇，摇啊摇，带着小孩子上小桥。这字儿写得不错。爹，丽华，你这……等你看完了，就不会觉得他的字写得好了。他是血写的。好，爹看看啊。我亲爱的儿子，你的父亲在给你写信，你从未谋面的生身父亲，因为我想让你知道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又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。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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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刚解决了两广事变，委座即日要去西安。
我这事儿多，走不开。你需要跟着去一趟。可以。我什么任务呢？西安的形势非常复杂，魏祚对张学良还有杨虎城极为不满。这两个王八蛋是明里暗里完全不服从魏祚的剿共方针。这也难怪。张汉卿丢了东北，背了一身骂名，国恨家仇啊！你这什么话？什么话？实话。哎，李仁啊，不要感情用事。感情怎么了？没有感情，那还是人吗？东北没了，200万平方公里沦陷，3000万同胞成了亡国奴。日本人去年又再次举题华北，想搞第2个满洲国。就连韦祚自己都说，中日战争既然无法避免，我应一面着手以对苏交涉，一面与中共接触。楚才，你自己在上海，不也是与中共的潘汉年接触吗？校长多变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两广事件的解决，让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又趋向强硬。他说过的话多了，你能句句当真吗？倒是我们这些具体办事的人，难呐。好，你说吧。此去西安，我该如何办事？按领袖的意志办事。你是知道的，中统西安站一直有报告，他东北的张学良与陕北红军颇多交往，甚至张学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陕北的红军经由他的驻地补充给养。那这件事，查还是不查？汉卿与校长的私人关系非同寻常。如果他只是小打小闹，校长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是你必须明白，校长此去西安，就是要和他张汉卿摊牌的。摊牌？校长决心一战，像解决两广事变一样，彻底根绝陕北红军。他东北军要么服从命令进攻陕北红军，要么让出陕甘两省，由中央军进剿，没有任何余地。这么严厉？所以我让你不要感情用事。校长对汉卿都是如此，还有谁能改变得了他？李青，怎么样？军团那边有什么圣旨没有2项命令，恐怕都不会让你高兴。你说。军团命令，在押的142名东北军俘虏全部释放，无期放回。都什么鸟啊，碰不得。
军团还特别指出，所有的轻重机枪、迫击炮，不许更换，不许打埋伏，全部返还。心疼啊，大宝！我杨立清心里快揣着这么个热馒头，你说这生生让别人给抢走了。哎，还有一项呢，还有一项命令是关于你的。不是我又怎么了？军委要你去宏大做教员。2天之内赶到瓦窑堡，向宏大校长报到。怎么着？校长还是爽言寡语的？哎，你们认识？岂止是认识啊！他是7连连长的时候，我是6连长。哦，难怪呢。难怪什么？我到宏大以来，只见过他给毛主席敬礼，可今天他跟你杨立清回了个礼。你别逗了你啊，主任！我的师长当了好好的，我跑这儿充什么圣人我？你以为我们任命一个教员是随随便便的？是主席亲自批的。你杨立清，你别稀里马哈的。活儿已经给你派好了，你去273班做班主任，看看吧。这就是你们班的学员名单，都是2方面军的老同志。主任，你害我呀！你这明摆了害我呀！这16人里边哪个不是红军的名将啊？至少是个副军长，我这个师长怎么带的我带不了。你以为校长那个礼是白敬的？你就好好干吧你！哎，主任！哎，我说这是谁干的？这也太无法无天了嘛！哎，杨教员，我帮你担担。哇！哎呀，我说老王，你这不是给咱们2方面军丢脸吗？打伏击，你就这水平啊？哎，不是啊，那个老周，你这个参谋长没当好啊！这当领导一个个板板正正的，你看现在当学员，一个一个的。都原形毕露了吧？啊！你们几个还有完没完了？这是听杨教员的，还是听你们的呀？啊！坐！你看你们这些草台啊，你使点气儿。人家杨教员是黄埔的，快坐！听杨教员的。看见没有？黄埔还是老周上进心强啊！咱们听黄埔的。哎，对，哎对，谁不听黄埔的呀？咱校长不就是黄埔的吗？是啊，咱从桑植出发，打了一路的黄埔车。各位首长，各位同志们好。首先呢，我要纠正诸位2个错误的概念。第一，我是你们的班主任，主管你们的生活。没有上课的任务，我给你们上课，给各位首长上课，那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，鲁班面前做木匠活吗？第二，我刚才听到有哪位首长说要听黄埔的，你们搞错地方了吧？这不是黄埔，这是红埔。红埔，主席曾经说过，说北伐期间国民党有一个黄埔，那我们就办一个红埔。新旧军阀都知道一个道理，有权必有军，有军必治学。我们虽然是人民的军队，有人民的支持和参与，但是为了打败敌人，战胜敌人，我们还是要办学校、治军。
学习战略战术，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。行了，杨教官啊，咱这就开个玩笑，你何必认真呢？就是大帽子，红谱，咱就听红谱的。对，听红谱。接下来我给各位首长宣读一下课程安排。周一，邵奇同志给我们讲述红军政治工作。周二，恩来同志给我们讲目前形势。周三，林伯渠给我们讲陕北经济政要。周四，朱老总给我们做军事报告。周五，主席给我们上课，内容另行确定。哎，对了，刚才说起那个生活的事儿了，真得管管了。你说这天天吃黑豆，你看，脸都吃绿了。听杨教员的，我看你老廖啊，也是当正比当习惯了。各位刚才多次提到的伙食问题，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呐。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，我有信心，让各位首长在校期间吃饱吃好。另外呢，还有几条纪律，顺便宣读一下。第一呢，其实跟各位所在部队是一样，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。第二，作息时间严格按校本部规定。第三，不能浪费破坏公共财物。记下来，好好记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红埔的条件很艰苦啊，每一个公共财物，包括门窗，都是红区人民节衣缩食节省下来的。每违背一次，延长学习期15天。各位都是着急回去带兵打仗。我的话说完了，如果各位首长没什么可说，我走了。大家自习吧。好。杨队员，各位首长，本窑洞门窗均属公共财物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我看着你们着急，这多省事啊！杨教员，哎呀，都说我是黄大胆，你比我胆还大呀！啊！赶紧放高吧！来，高了！哎呀，慢点！哎呀，这儿一停。哎呀，还不错啊，不少。这是啊，哎，接着。哟，来一条拿，快！来！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一条，这一条。哎呀，这儿一条，快！哎呀，慢点啊，打这了。高，哎呀，好，找，来。
我这玩意儿，不吧，都在那边呢，都在那边呢。啊，那边。哎，那是什么呀？那是什么呀？啊，啥？人呐！啊，人？肯定是人，快点，快！哎呦，是炸的吗？哎呦，这肯定是炸的！怎么回事？你不站着点啊？哎呀，别喊，快，赶紧！哎，醒啊，老哎，好像有气儿来。还有气儿呢！哎，醒，老姜！哎，醒！老姜！哎，老姜，没伤着吧？打口气。老姜啊！老姜！老姜！哎呀，红军爷爷！你别跑！红军爷爷饶命啊！红军爷爷饶命啊！你躲在水里面干什么？红军爷爷饶命啊！不对，你在水里捞什么？捞枪！我爹陈河里的枪。什么枪？饶命啊！红军爷爷！什么枪？饶命啊！哎！饶命！说。什么枪啊？我爹原来是自卫团司令，红军来了，爹跟着去了西安，这次回来让我看看枪，就沉在这河底，真的，没骗你，真的。那什么，枪在哪儿呢？就在这儿，绳子拴着，一拉就上来，我真不骗你。对，我没骗你。看看，就3把。呀，还有一个瓷盘了，真有枪啊！还一大坛子，哎呀，来了，来呀，都在那儿了啊！还有什么？还有点银元就。大家伙！哎呀，这么多银元都在这儿了。走，看去。哎呦，哈！哎。你看，可捞着了，都在这儿，都在这儿啊！行，你干了一件好事儿，是吧，老廖？啊，立功了你！对，你爹是什么人啊？自卫团司令。哦，好事啊！你应该高兴啊！高兴！这么多银元，你爸还是大官了。哎呀，味儿传过来了啊！哎呀，香啊！哎呀，真香啊！来！哎呀，我的快快小猪了！这老杨啊，真是造化之人啊！1颗手榴弹，1空鱼，3杆枪，还有1万块大洋，这还挖出一个阶级敌人了。对呀，哎，对了，老杨，你这运气的一半得感谢我老廖。要不是我一把薅住那小子，他早跑了。这老廖心眼多呀，警惕性高。我还懵着呢，我说这怎么回事？这水里怎么冒出一个人来？你说那真是个老乡怎么办？祸闯大了。哎呀，真是万幸。这也是，这摊上了，那怎么办？来，哎呀，你可给我来碗鱼，主任，来，哎，特香。主任，尝大饼。李青啊，校长要你换工作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校长说了，征求你个人意见，愿不愿意去教投弹？说你投弹水平高。笑什么笑？对呀，很有意思。不，主任，我知道我犯了点纪律，可是缴获的1万块钱光洋，我交给教本部了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真的是那么多钱，那要是买黑豆的话，那得买一座黑豆山呐。对，没错啊，就是啊。哎，李青，可不呀，没错。李青，你可真行，怎么了？才几天的功夫，小心点，一群野马就叫你给套上龙头了啊！没有主任，都是老同志给咱撑腰。真行啊！主任，赶紧喝点鱼汤，一会儿抢没了。好。来，给我来一碗。来，主任，来。师母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来陕北多久了？我来陕北1年多了。我随便走走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走到这儿来了。谈人呢？是啊！看什么？做人呐！别看！过来好。怎么样？还习惯吗？习惯。
喝点你别看，行。那个我刚才都看见了。炸的鱼，大家伙一块儿喝点鱼汤。一个人孤单吗？大家都在。徐教官牺牲的最后消息，我是在长征路上才知道。行刑人居然是我的老班长范希亮，这太残酷了。这些消息也是最近从敌人内部刚刚传过来的，我很欣慰，我为我丈夫感到自豪。他像我预料的一样，走的时候非常儒雅、从容。意思，别瞎说。这是你的。你还在军委做你的技术侦听吗？如果不是做这个，我和屈恩就留在江西了。都是一步之差。我有时候就在想，如果没有曲教官，我今天会在哪儿呢？我挺想他的。告诉您个好消息，我们和上海的曲妈妈又联系上了。她现在给潘汉年同志做联络员。都那么大年纪了，还在做呢。上海的形势有所改观，日本人在华北一带气焰嚣张，中统一改过去的强硬，近一段时间，频繁地与我上海地下党接触会谈。曲妈妈他们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。很难让人理解，一会儿斩尽杀绝，一会儿暗送秋波，不可信。我也不相信，但是这对冤家他们的关系太深了，知道吗？我的儿子谁在替我养着？谁呀？你姐。我姐姐。我真的很感谢她。看样子，国民党内部也不都是铁板一块。屈恩行刑前，给我们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，你哥哥丽人转给您姐姐，你姐姐隐去了屈恩的名字，登在了上海的一本杂志上。党就是通过这本杂志，才得以了解他最后的理想和对党的忠诚。想想看吧，这样的事情，你又如何解释？哎，师母，喝点鱼汤吧，和同志们认识一下，行吗？走，走。哎，来，新同志啊！喝一汤。这是我们主任啊，喝点鱼汤。城里的东北军有异动吗？反正这样的调动，以往不曾有过。那依你的判断，他们要干什么？这个我不敢往下想。这可是大事儿，你可别瞎猜。张学良和委座已经弄得很僵了，你这盆要是再浇上去，
那还了得！我们埋伏在少帅身边的眼线，的的确确听到少帅说过这么一段话，他是和他的一个军长说的。什么话？说的什么？他没有提校长的名字，他把校长比作电灯泡。电灯泡？少帅说，那个人好像电灯泡，我暂时把它关了，再把它擦一擦，再给它拆开，让它更亮。把校长关了。华清池。联系城内的人员调动，我想，过不了今天晚上，少帅要动真的了。我是南京来的中央党部的杨主任，给我接华清池侍从室。什么？接不进去？不可能！我再说一遍，给我接华清池侍从室。你们不是想造反吧？喂！你在这儿给我守着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都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杨主任，我们奉命逮捕你，把枪给我下了。这个老廖，这是演习呀，又不是打仗。他败局已定啊，还这么叫唤。再说，他输在我老贺手里，也不算他丢脸呀。肯定是老廖。杨建怀，老廖啊，有什么话，让他跟我老贺好好学着点，认真总结总结经验教训。把蒋介石抓了。谁抓的？啊！张学良、杨虎城把蒋介石抓了。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这半个多月，你妹妹是为你操了心了，担心你回不来。我跟她说，张汉卿这人我了解，不至于。果然事情和平解决了。中堂的名声实在不好，所以就比别人多关了几天，还没赶上校长的专机。没搭上是好事儿，搭上就麻烦了。都在为少帅捏把汗呢，那是个是非窝，别往里钻。我怕你们着急，直接先回来了，报个平安。哎，国共两党真的可以联合抗日了吗？我看没那么简单。张汉卿这个人太侠气了，为了领袖那点面子，自投罗网。老蒋这个人历来只吃的3碗面：场面、情面、体面。半个多月了，都没吃到这么好吃的饭了。说实话，有些事情我也没想到，军中的情绪会那么大，太可怕了。军心不可违。委座应该清楚，这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。西安谈定下的事会变吗？我想应该言而有信吧。他现在也看出来了，联合抗日是天下大事。连你们中统都这么看，那这事儿靠谱。哎，我这次在西安见着周恩来了。真的？
他还记得你吗？周公的记性好极了，他特地向我提到了沥青。是吗？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我们兄弟俩不久将来会在南京重逢。什么意思？听说校长与周公会晤时，曾要求周公来南京直接与他谈判。周公指的也许就是这个。共产党高明啊！此次西安事变处理得非常老道，只这么一脚就把球又踢回到南京的脚下，这天下还不都看着你如何回应啊？哎，我得回楚才那里看看了，等着我汇报呢。这一段时间，他一直在与上海的共产党联络谈判呢。哥，你为什么不向他提一下瞿霞的事？既然联络谈判，你得让对方看出诚意。现在谈的都是大事，还到不了一名普通的在押犯人。丽华，有些事啊，不一定都跟老董说。油水还大。上海方面与中共谈判进展如何？校长已经全权委托楚局长在谈，看来级别还是低了一些，一些大的方面难以突破。华北局势日益危急，部下大喜，恐怕难有结果。这是什么？主任，这是陆军监狱转来的一名政治犯的上书，他要求改善监禁待遇。瞿霞。 怎么，您熟悉他？他的案子是我办的，我当然熟悉。告诉陆军监狱，要求不高，照准。好，明白了。主任，请您签字吧。 除报告所成各项之外，如有可能，其他也应改进。史无前例啊！要想并济前线真正合作，这刚刚是开始。以前多，我还嫌少呢。早知道应该写上1个星期3次洗澡，
每天又要牛肉面。哎呦，别提牛肉面了，上次吃牛肉面还是在四川宜宾呢，都5年多了，馋死我了，真馋！你们馋不馋啊？你穿这个真好看。我呀，还想穿高跟鞋呢。看来，咱们对外面的判断不是空穴来风。会客。305，徐霞。叫你呢，徐霞。没错，有人要见你。我说305，我们平时关系不错。你能不能也给我点面子，把新衣服给换上，帮帮忙？你转过头去。转过身去！报告，进来。犯人带到了。犯人带到了。带到隔壁房间。是。你好，曲霞，你一点都没变。你是在夸我呢，还是在夸你的模范监狱？是啊，8年的功夫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我是不是有点老了？心耳朵自然老得快。你妹妹丽华说过，别人心眼有9孔，你杨丽人的10孔都不止。真不容易，你都记着呢。不难。你也可以试试。这件衣服好像太新了吧？看上去有些扎眼。他们一番苦心，
你应该表扬才对。啊，我听他们提起，说你一直还在坚持学英语、学日语，没有放弃。你是个语言天才。承蒙夸奖。你们非要给我弄出那么多时间来，不好打发呀。你知道我今天来看你是为什么吗？在监狱这么多年，已经学会了不再察言观色，而去体会别人的内心。难得啊。不难，你也可以试试。去夏，你真的一点都没变。我今天来监狱的路上，我还在想，我会见到一个落魄的瞿霞，一个苍白而又充满仇恨的瞿霞。我猜错了，还是一个伶牙俐齿的瞿霞。有话直说。啊，我今天找你来，是想让你再写一份报告，提出申诉，要求释放。你是在让我相信一个敌人？我是你的敌人，从前是，但将来未必是。什么意思？国共二次合作已初见端倪，我们内部现在有一些阻力，我们希望在通过释放政治犯上有所突破，所以一定要有人提出来，光靠你的谈判代表体还不够。如果在押政治犯能提出来，效率更高。所以，你写报告，我替你转交委座。有时候，最高权力往往就需要一份普通的报告，以显得不是迫于压力，而是事出自然。看守，送回去。喂，喂，好，等一下啊。老董，老董。电话。电话。哪儿？在客厅。我是。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什么？什么时候？3小时前。说。现在就去。我知道了，赶紧派车过来吧。就这样。出什么事了？日本人终于动手了。北平卢沟桥
29路军同他们交火了。去，把我的军服拿来。最高军事会议要在庐山召开，委座让我赶去列席。我这家伙，船就得下班了的。委座要用你，现在他倒想起来用你了。哼，我是个军人，政见可以不同，但捍卫国疆责无旁贷。打鬼子我董建昌早就憋足了劲儿，该一雪前耻了。吴妈，哎，把老董的换洗衣服拿出来。哦，还有那些药。好的，知道了。这次老蒋不知道给我一个什么差事，带兵是肯定的了。华北开战，那就是全面战争了，倾全国之力，决一死战。你们也得有精神准备，很难说战火不会蔓延到首都来。会这么严重？我说你们这些人呢，对现代战争完全不了解。日本空军有3000多架飞机，而我们呢，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。这半年算是猛醒过来了，可晚了。未来的局面必然是残酷而血腥的。小姐都准备好了。带好孩子，等我的消息。恭喜你，彻底获得了自由。为什么只释放我一个人？上车吧，上车之后我再给你解释。你不解释，我不会跟你上车。那好，那我就跟你长话短说。中共代表团已从延安启程来宁，代表团指明让你也参加在南京的谈判工作，释放其他政治犯是国共两党谈判内容之一。是吗？我没有必要骗你。
喝杯咖啡吧。妈，他就是咱们家请来的客人吗？他是你的儿子吗？他告诉你什么了？我妈说你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。他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。那你怎么没有拿行李啊？费明，何必呢？告诉孩子真话。我就是刚从你们的监狱里被放出来的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妈妈从前的一个朋友。我妈妈的朋友怎么会进监狱呢？监狱不是关坏蛋的地方吗？是谁这么告诉你的？我大舅。费明，替妈妈去看看婶婶的菜做的怎么样了，好吗？好。童言无忌，别在意。他很可爱。他今年多大了？7岁了。我在里面都8年了，都不知道外面世界变成什么样了。曲霞，能补回来的。我们代表团要来了，我担心我跟不上他们的工作。你可以找丽青啊。丽青，丽人没有告诉你吗？他跟周恩来一起过来，如果谈判成功的话，朱德总司令也会来南京。如果我哥还活着，该多好啊！你哥哥的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是你们对待政治犯的特殊待遇。每每刑决我党重要同志，监狱都要把我们组织起来，宣读判决。你们总是以为可以瓦解我们的意志。你说的你们，能不包括我吗？丽华，亲爱的丽华，我当然知道你有多好。要不是你的话，8年前他们就把我枪毙了。我觉得你瘦了，这些衣服你都能穿，打扮完全不像从那里出来的。穿别人的衣服，我不习惯。丽人刚刚来电话了，说晚上一起吃晚饭，好吗？客随主便。你儿子呢？刚才忘了问，他的父亲是谁？你不觉得他的神情很像一个人吗？像谁啊？你哥哥，
徐恩，他是你和我哥？不是，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，是瞿恩跟另外一个女人生的孩子。在他4个月大的时候，我就把他收养了。费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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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呢？妈，我在这儿呢。来，费明，叫姑姑。他怎么成我姑姑了？她就是你姑姑啊，她是你瞿霞姑姑，快叫。来，妈妈从来没跟我说过我姑姑，我不叫。哎，我不叫，我不叫，我就是不叫。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费明，费明，别跑！嘿，费明，费明，你回来。丽华，没关系，监狱有监狱的好处，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忍受的。瞿霞，酒柜里面有酒，你想喝什么自己挑吧。学校。山上刚刚传来消息，军事委员会达成一致，委座决心抗敌。如果战事一开，那就是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皆守土抗敌之责任，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，啊！那老董是什么位置？是集团军司令，不过都是拼凑起来的杂牌。这怪不得委员长，老董那人一日3变，凭谁也不能把精锐之师都给他呀。是吗？对他还都有戒心，那共产党那边不是还没谈吗？依我看啊，现在啊，以往昔日的那些恩怨，都能一笔勾销了。都得讲民族大义啊，啊，是不是？瞿霞，你不用管他，让他自己吃吧。来，你尝尝这个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。铁窗8年，哪还有自己的口味？对了，在南京的黄埔3期的6班同学啊，听说沥青要来了，纷纷找我联络，想见见他。
我说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们找错人了。我们这对兄弟啊，跟别的兄弟不一样，他能听我的。不是兄弟，恐怕还更好些。我累了，想休息。Jimmy, can you take me to my room? Okay. Let's go. Thank you. 李仁，你慢点喝。你少管我，没人陪我喝酒，我自己喝还不行啊？真是。你都跟他说了？他们兄妹的感情实在是太深了，是瞿恩把他们一家带到了巴黎。看得出来，我在他眼里是血淋淋的两只手，所以这第二次合作比第一次合作难度大多了。彼此血拼了10年，重新回到起点，还得假装什么也没发生，相互手拉手，还得笑脸相迎。不要说是共产党，就连我都觉得这太难了。杨代表，我方奉命先前到达，还望贵党同仁多予协助。那是那是。这就是代表团的住所吗？是的，我方安排贵党代表团的成员全部在此下榻。外围警戒怎么安排？由首都CB3团负责。好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请。大厅及楼内的警卫由我局警卫处成员负责。电讯室吗？是的，电源已经接好了，110伏、220伏2种无线天线，你们可以架设在楼顶的平台，线路已替你们接好了。很周到。楼内的电话是直线吗？很抱歉，需要转接。饭店内有24门中继台，应该也很方便。总机是你们中统的人吧？别掩饰，可以理解的。警卫室吗？是的，紧挨着代表团团长的房间。周公的安全，委座十分在意，楚局长也有具体的交代。请。这就是周公的房间，3间套房。这些画是饭店原有的，您如果觉得不合适，可以去掉。不必。按照你们的要求，我们在门厅搭了2张小床，供你们的警卫人员就寝。这扇窗户很容易攀附。放心，1楼底下就有我们的内勤，外围还有武装宪兵，应该没问题。封死。可是这儿风景很好。我们周副主席不是来看风景的，封死。好的。代表团的走廊一律由我们自己的警卫负责，你们的人员一律撤到楼下，饭店的所有服务人员也一样。谈判期间，我们自己搞卫生，端茶送水的我们自己来做。明白了。这是什么？电冰箱。电冰箱。南京酷热，
如果你们团长想来点冰镇的东西，一应俱全。通了电的，你们能保证这里面没有窃听装置吗？杨代表，你们多疑了吧？早多疑比晚生事儿好。班总。这个房间里不能放，可以放在警卫室啊。西瓜、汽水、冰棒，我们的人还是很喜欢的。空出的地方，把门后的盆栽挪过来。好的，我马上让人去办。你哥哥说你很细腻，果然如此。我哥哥，他是我的老板。哦，你是中统的？对。杨代表，外面有人找你。谁？他说他姓杨。有关。代表团的警卫你在负责。你也监管内勤。杨主任，我方必须向你方提出严重交涉。2个小时以前，我们周副主席去黄浦路官邸拜访，中途轿车抛锚。出现这种情况，请予以解释。纯粹是技术故障。我不管你什么技术故障。备用车15分钟以后才到。15分钟，我们的周副主席身处闹市马路，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发生。好在没什么事儿嘛。这不太像你们的警卫水平。他妈的，也就是赶上了。那辆车是我专门从这些车型里挑出来的，挑了又挑啊。可就是他偏偏抛锚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为了这个事情，我还训斥了那帮小子，他们也感到挺委屈。邪了门了，沥青。那你的意思是，纯粹是个意外？你不会以为是我故意安排的吧？这时候没有人有这个胆量。你是不是不太适合这类事情？就像当初你要杀3省巡阅使的时候，节骨眼上总出篓子。那也是因为你把子弹都给打光了。那时候你是新手啊，现在是老手，不应该是这个水准。百密一疏，一疏忽成千古恨，历史关头千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玩笑，希望下不为例。多年不见，沥青啊，见了面又在教训我。我们的电台周围总有大功率的电台的干扰，是你们在监听我们。这不奇怪，因为你们的发报员是我培养出来的，我想看看他是不是有所长进了。不能这么对待客人，我们是你们请来的，给点清静行吗？我通知他们停下来。不过，那你现在打电话让他们停下来。你是在命令我吗？协商。进步了，比以前。血雨腥风，出生入死，你比我清楚有多残酷。你们的密码编程很特别，青出于蓝，而生于蓝。给句忠告：多盯着点日本人，别总盯着我们。
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没有盯着日本人？灵儿姐，信号好多了，干扰已经撤了。知道了。干嘛又要合作又要监视的？哪有这么干事的？啊，没事了，你回去吧。啊。父亲正在来南京的路上，快到家了，不回去看看吗？我在执行任务。家里都好吗？回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父亲难得来这么一次，不见未必冷血，常见未必热心。这个道理你应该最明白。大丈夫保卫家国，不能光有国没有家。现在对于我们中国人不就是这样吗？没有国哪有家？不争了，该回我会回的。哟，林娥，哎呀，上海一别，我们有6年没见了吧？难道你还记得我？我们经常见面，不过是在空中，在电波里。你还是这么漂亮。干扰撤了。20分钟以前已经撤了。这回相信了吧？我们是有诚意的。刚开始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林娥，中统的同事们都非常想念你，有空过去坐一坐，啊，不要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你哥笑起来挺瘆人的。是吗？小时候就这样，皮笑肉不笑。不笑的时候你得小心。